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皇子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一个刷野装思路。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位皇子绝活哥，他选择的是比较暴力的一个出装方式。但皇子因为他没有太多的位移，他只有 EQ 作为一个位移，所以的话他可以完成一个刺客，但是还是要以战士的装备为核心，就像三项和死亡之舞这两个核心装备还是需要的。他可以在前期的时候打出一个爆发，利用幽梦，但后期需要补上一些肉装，扛一部分伤害，偏功能型的一个玩法，然后后续再补2件那个输出装。因为有先攻的情况下，他前期利用先攻可以去提高自己的一个发育，加快自己的发育了。像这个阵容的话，打反手其实还蛮不错的。打先手可能没那么容易因为对面有蛮王、有锤石这种，很容易被对面打反手。没有5级，但战斗能力还好。单收掉了对方2技能，开一下，这里大招再盖过来，收掉2个人头。这里面一个等级优势。对面卡牌没闪了，中间的话可以找一波机会去抓他都可以的。像这里面会有个真空期，因为已经抓了一波了，对面也大概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，然后队友的话刚上线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吧。对面如果往前推的话，可以尝试打个闪现出来 EQ 过来，但没有大招，说实话秒的话是秒不掉的。锤石没有闪现，卡牌的大招给打出来了。卡牌去上路了，反倒把人头给送出去了。我天，上路1打3，太强了。那这局的话，其实优势有点大，可能会比较快结束。没事，我们后面还有第2局和第3局。第3局好像没有，只有第2局。这里的话，看看能不能打个控制。这里过来了，直接 EQ， 但没有挑起来，大招定住。拉克斯一个 E 接平 A 收掉人头。拉克斯的话，技能命中以后，他身上有印记，然后平 A 的时候可以造成一个特效伤害，普攻的特效伤害，所以爆发还是蛮高的。牌的话，应该闪现快好了。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，这边会看时间，根据时间的大概来判断对方的闪现。对面蓝枪的话，在蓝区队友给到信息了。那这里的话，吃完河道蟹可以打个探照，看一下对方的红区。没有暴露自己的位置。这里过来直接拿那个石头，
这种情况下，队友已经打起来了，对方大招，没大招嘛，直接大招收掉人头了。那这里面不好杀，兵线并没有兵线了，所以只能撤回去把幽梦做出来，然后就可以往下路刷，刷完就接着抓下路，或者说帮中路也可以。但对面卡牌很稳，不肯出来，基本不出塔，被这边的中单压在对面塔下。这里上线直接来，卡牌直接给大招了，但这里 EQ 失误了，闪现 E 先给出来了，有点小亏。就有时候玩这种比较高手的一种玩法，就是闪现 E 闪吧，这种判定的话有时候会失误的。这里一套控制下来，蛮王大招也打出来了。不要着急交大招啊，因为对方你要知道对面是有大招的，或者有闪现的，有一些交出来，其实把对面的闪现打出来就可以了。对面男枪在上路，因为这边上单万豪是有伤害，有那个优势的，所以直接来发现对方的位置以后，万豪直接给压力，那这样的话可以控双资源。对面来偷龙了，这个惩戒慢了，可惜。这里绕到后面来，一个大招，因为蛮王已经没有大招的。那这把的话，只要控到后期的小龙，其实这把应该龙魂是没有的。这里没有蓝了，没有蓝的话，想反对面的蓝 buff 也不好反。队友打了起来，这边赶过来，没时间回家了。一个 Q， 这里的话可以尝试闪现大招 EQ 闪接大招，看情况怎么操作吧。但这里选择了最稳的 EQ， 这里闪现 Q， 就可能是之前的一波失误吧，不敢 Q 闪了。对面不肯打了，这里万豪有护盾，稳了一手。这蛮王没有大招的，这么上来的话被控住，哎呦，没后续了。这牛头交了个白浪费了个闪现。这边拖得太久，牛头大招给骗出来，被逼出来吧，不叫骗。就你在看的过程中，肯定是比那个
玩的时候思路清晰的。但是就是说要多看，多看了以后，你会学习这些高手的一个思路，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他玩的怎样怎样，你看爽了是看爽了，但你学不到东西是没用的，知道吧？这里控制让伤害打出来了，问题不大，等于是帮他控制抵消了一个在里面要被爆出来了。像皇子的话，2技能的盾其实蛮厚的，而且皇子的这个皮肤我感觉也蛮帅的，其实并不差。像做可血的话，就能保证自己一个皇子的一个续航。但选择做金身呢，就是那种军事局，如果你说你并不是很优势，然后你老是被秒掉，那你最好做金身。皇子这个英雄的话，其实逆风局有点难玩的，就算有金身的话，就只能打一套技能出去，知道吧？因为一套技能上去以后，给到控制，然后金身规避伤害，再下一个 EQ 出来，或者直接闪现出来。就只能是这样子，所以皇子打逆风不好打，除非对面犯的错误比较严重的。这里的话，直接选择开大龙，牛头顶上去了，大招都开不出来。直接死了，这里大招盖中2个可血，这可血就补伤害就行了。如果满血状态下的话，对面跑得很快。这局的话，其实待会把兵线处理一下，可以直接推高地，甚至可以一波都可以。大招准备好了，给到了视野。这里把野区资源吃掉。不给对面，有了3项以后，这个续航能力真的很强。这里拉过来 EQ， 皇子那个蛮王有大招是吗？没有，闪现跑了。就皇子的话，还是得有一定的坦度，所以3项和那个是他必做的。如果对面法术伤害太高的话，你就第3件直接做那个银血剑就可以了。那这局的话就大顺风的结束了。我们看下一局，有点难度，哈哈。好，这一局的话，我们来看第2局的皇子。开始的时候可以利用 E 技能，一个长手的打一个先攻，让自己赚点钱，多拿点优势是一点。E 技能的话，
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为什么1级点1技能呢？就是它有攻速加成的，所以对于这个皇子来说，就是你多 A 2下，其实都是一个 Q 的伤害。这里反向再拉一下，就有就是远距离，就是远程技能的话，就可以尝试这样子拉野。不然的话，像有一些近战英雄的话，他就只能通过惩戒去拉野。就没有想过来反野了，那这个野的话，哎，烫死了，刚刚好。那这样的话，4级可以留对方2技能，给个减速先。这里的话，先杀这个兵女，兵女的控制给起来很麻烦。这里闪现再过来一个 Q， 远程杀掉。这里2技能，这里打出的血怒，但对方没有5级，所以不怕这个诺手。完了。哦，最后一下还好没有赚到外圈。哦，杰斯来了。这边是诺手打野是。对面的杰斯。是不会跟狗头打到底的，这种情况下直接大招，但队友没有配合好，队友的话应该直接贴上去。不过这样的话就这里 EQ 大招打强行灌伤害，还好莫甘娜过来了，2技能烫一下。烫死了，下路的话就被折磨了，毕竟这边已经确定位置，这边没有打野，就强行越了，那就互换塔支援，但还好射手拿到了人头啊，那就不亏，毕竟对面是4个人下去抓的，总体来说没那么亏。皇子的话还是比较依赖队友，他不是野核，他只能算是功能性打野，所以更多还是需要主要去帮助队友拿到优势，才能更好赢。对面兵女 EQ 上来挑到，对面3技能跑路。打个先攻就挺爽的。对面中单下去了。但这里面打了波团，但没打过。兵女过来，诺手也在，哎，那跑不了了。诺手打野其实挺猛的，特别是有搭配的这个兵女稳定控制。兵女的控制算是稳定控制了，说实话，而且没那么好躲，他那控制。所以诺手进场，如果进得好，他很快就能打出，只要他控住，然后诺手上来，跟闪现上来，跟控制，然后跟伤害，打出血怒就能秒。
哦，对方闪现这么用，那打个消耗就行了。过来找机会，估计还是比较够呛。对面肯定在后面蹲。这里这样上的话有点危险，完了，失误了，很明显的失误。这萨米拉大招开的很一般。莫甘娜的话，只想利用这波找波机会，然后去拿龙的，但这样的话，可能双资源都要掉了。这把的话就来到了一个劣势。这里闪现，科学战斧，但对面有屏障，没办法了，杀不掉，赶紧撤。莫甘娜的话，其实莫甘娜根本就。他只能打线，莫甘娜他打不了支援的，很难打支援。他前期只能打线，中期以后，他必须得做了第一件以后才清线够快。哎，这里的话找到机会，科学打了一套。这里的话，萨米拉进场进得很差。哦，这里面有血怒了，直接劈死。萨米拉的进场太差了，这里面我就想跟之前有一个评论区的粉丝说，萨米拉连招什么什么垃圾，因为这版本不能就那么一套上去连招什么什么的，因为他现在就算你打满了 SG 评分，你都不能这么上，除非你领先对面一个大件或者说一个多的大件，知道吧？但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容易被对面反手秒掉的。这里面这就是反面教材的一个萨米拉。为什么你看到那个绝活哥的萨米拉，他虽然说连招有时候怪怪的，因为现在的玩英雄联盟他就没有一些固定连招的，有，那就是你的上限只能在那里。你要根据不同的情况，比如说皇子的 EQ。有时候真的只是拿 E 去打个探照 ，Q 来补伤害，然后打个消耗而已，并不是说 EQ 就上去，那有可能你就是给对面叠血怒的那种打法。但这里面的话，这局就来到了劣势级。其实前期的有个失误啊，就是配合下路跟下路配合不好，然后那波龙那里炸的有点厉害。然后他们有个点就是这把的莫甘娜，其实莫甘娜就是打线英雄，前期是打线英雄，他只能在线上去吃线，然后你说他游的话，可能在河道可以，但如果说你要去到那种这里的话找到个机会，泰坦给了个大招，但这里诺手给伤害 EQ 再回去，其实有点危险了。这把的话，就这种局。这局的话，其实会做那个金身会更好一点，可能到时候后面会改吧，后面会换金身吧。队友的持续输出并不是很高啊。中单的话，没优势，主要是对面中单。肯定支援了几波，都拿到资源了，肯定是比对面好的。这里面有个点哈，像就是后期莫甘娜的玩法就是什么，中单莫甘娜的玩法哈，就是它清线很快，因为有装备以后的那个有面具啊，有那个冰杖以后的那个莫甘娜清线很快，但是你说他要打出那种爆发伤害是100%一定没有的。打野莫甘娜另外一回事，但中单莫甘娜是没办法的。这里 EQ 上来直接秒，
有了幽梦以后，那个伤害确实就是有了2000套以后，伤害是可以秒对面脆皮的。这里的话做了那个3项以后，就有一定的那个坦度。对面打完了，拼过了，但这里 EQ 再拉出来。诺手的话有点手短，像这种情况下，就你不要去找诺手这局。你找诺手的话，就是给他机会。而且对面诺手的话，大概率是做那种带的是征服者的。这里上来直接控那个反手控那个冰女一伤着。这里的话，就最后再来打这个诺手会更好一点。对面杰斯是出肉的，没有太多伤害的。玩这种星之刚，杰斯说实话，简直在糟蹋这个英雄。他的上限很低很差，根本就是纯混，就是不吸。这个龙的话其实打不了。打不龙不好打的，只要给对面连上，诺手一直给技能，把血路叠出来就开始劈了。哦，对面要开始打了吗？应该在打了，已经在动了，应该是。这边必须得逼过去看，打了一半了，对面打的有点慢，因为杰斯是肉杰斯，其实他们伤害只有。但是秒掉了，拖太久了。这里的话必须得闪过来，没机会了。诺手的话开始起飞了。这把的话没有人比较好限制那个诺手。莫甘娜金身都没开出来，好像。其实莫甘娜没必要做，就是他做金身的话，用处也不大。像莫甘娜的话，更多的就是去利用自身去骗技能，骗完技能以后，然后就是尽量让自己在保证1/3血以上就可以了，就是骗完吃完伤害以后，然后再利用，因为第2件是做兵杖的，所以莫甘娜他第2件是有那个叫什么，就是有一定的坦度的，相对于对面来说，你看他又是做面具又是做这个的，其实是有一定坦度的，他可以吃伤害，吃一些伤害，帮队友吃一些伤害。这里的话诺手劈了没有血怒的，这样的话可以绕单，逮住对面的射手打了一套，杰斯是没有伤害的，把对面卢锡安打残赶走就可以了。这波打了不好团，想找对面的泰坦的话，让泰坦去扛，直接收掉人头。就皇子的话，他就不属于那种野核，所以更多还是需要靠队友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打逆风局的话，有一些英雄他是没办法去对的，他必须得用队友靠伤害，然后去针对对方的那个双 C 残血那个脆皮英雄。如果肉英雄的话，皇子是没办法，就那种又肉又痛的英雄，皇子是打不过的。把诺手一杀，其实对面其实挺好杀的，因为他们的上单杰斯伤害并不高。如果是会玩的杰斯，然后是做全输出的那种杰斯的话，可能这把翻不了盘。
莫甘娜其实有个好处就是清线快，然后清完线，然后就是他吃完伤害以后，因为莫甘娜有个就是技能造成的伤害是能回血的，所以他二技能只要一直烧一直烫，再放在人堆里面烫到2到3个，他那个回血能力，再加上如果没有前排的话，就可以做那个峡谷制造者。哦，这里的话直接开了起来，泰坦很肉，泰坦还有石像鬼板甲的。这里的话，打得有点乱。莫甘娜的二技能一直在烫，可以看到这边莫甘娜的二技能给到对面有一个减速效果，对面也是很难受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条龙可以稳稳的拿下了。然后拿完以后回家补完状态，可以尝试一波了。这里的话辅助应该会被留下来吧？没有，这还不走吗？这队友还在打，但这里赶出来的话可以直接打了都，因为队友已经补好装备了的。中路的话可以直接压过去，射手都可以不用回了。这诺手的话不回去，反倒是跑来这边的话，把诺手杀掉，直接可以强开团了。在这里逮到了，大招劈中 ，EQ 再跟上去，防止血量很健康。把他赶走就行了，然后队友4打4是稳赢的，只要莫甘娜给个盾给到射手上面，就他只需要在后面，然后护盾的话，在装备就是莫甘娜的话，只要把盾给队友就可以了。就你会发现他那个盾又厚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是纯法的，这里也打不太过，还好这里是有大龙，然后经济上面领先了一些吧。虽然不多，但打的是比较着急对面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这期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